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100%全麦面粉，但是口感如白面包一样柔软，而且不含糖的全麦小餐包。做这个面包，我们会准备2份不同的全麦面团。先来做第一份，全麦面粉中加入冷水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然后用手揉成团。我们做这个面团的目的是用水把全麦面粉中的麸皮泡软，这样吃起来就不会有卡嗓子的干涩口感。全麦面粉不同品牌之间吸水性差异还是挺大的，看一下现在这个面团的软硬状态，如果相差太多，可以调整一下水量或者面粉量。把面团盖好，放到冰箱冷藏浸泡1晚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第2个全麦面团种面。如果室温比较低，可以用不超过40度的温水，室温正常就用常温的水就可以了。加入酵母化开，然后加入到全麦面粉中，用筷子搅匀。这个面团和刚才面团的区别是我们加了酵母，它就相当于一个种面。加入种面可以改善面包的口感，让它更加柔软，同时也能延长它保持柔软的时间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部的全麦面粉都拿来做种面，可能会导致面团发酵过度而口感过酸，所以要制作2份不同的面团。这样我们不仅把全部的麸皮都软化了，还通过种面进一步改善它的口感。面团揉成团后，盖好，放在室温下发酵至2倍大，发酵到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也转移到冰箱，冷藏发酵1晚。第2天我们来制作面包。这是我们冷藏发酵好的，加了酵母的那个面团，里面充满了发酵产生的气孔，把它撕成小块，然后放入到厨师机的搅拌盆中。这个是我们第1步做的没加酵母的全麦面团，它的含水量比刚才那个面团稍微大一些。因为隔夜浸泡，它现在已经能拉出薄膜了，说明面筋也在这1晚醒面的过程中形成了，这样可以让我们揉面的过程更加顺利。把它也撕成小块，加入到盆中，再加入全蛋液、一点点酵母、盐。面包中加盐的作用，首先是增强面筋结构，其次才是调味儿。加点奶粉来增加奶香。可以先用厨师机桨形搅拌头，快速把面团聚集到一起，就10几秒，然后再换面钩揉面，这样比较有效率。用你厨师机推荐的揉面速度来揉，我这里用的是3档。开始面团可能会待在盆底，这是因为面筋还没有形成，如果搅了半天还没有爬上搅拌钩，可以稍微把面团推一推，帮助它爬上搅拌钩。如果这一阶段面团看起来稀得太夸张，可以稍微加1小勺面粉来调整一下，揉到能够像这样拉出厚膜。我这款机器大概用了10分钟。这时我们可以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。虽然我们加了盐又加了黄油，但是我们不用有盐黄油，因为只有无盐黄油你才能自由控制盐和油的比例。加入黄油后继续搅拌大约5到10分钟。全麦面团揉面的过程会比普通面团要短一些，所以要时不时查看一下，不要搅拌过度了。我们打到这种能够抻出透光的薄膜，捅破薄膜，破洞的边缘有微微的锯齿状就可以了。打好的面团还是稍微有点粘手的，我们尽量在可操作的范围内提高含水量，这样面包才柔软。可以在手上沾点水，再拿面团就不会粘手了。把面团向后折叠，整理成一个光滑的圆球，然后放入到一个小一些的盆中进行发酵。这个面团我推到一半，大概在这个盆的8分高处。那么等它发到7、8分满的时候，我就很直观的知道它已经发到2倍大了。25摄氏度的室温下，我用了大约1个小时。现在面团差不多8分满，就代表发好了。案板上撒少许面粉防粘，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，把它直接翻过来，卷成一个长条，这样就不会粘手了。然后轻轻按压排气，去除大气泡。把面团平均分成9份，最好能拿厨房证称量一下，这样烤出来才不会大小不一。取出一个面团，把有小碎面的地方朝上方，然后转换方向折叠几次，这样我们就把碎的部分包在里面了，外面呈现一个光滑的表面。接着放在手心，利用底下与案板的摩擦力，在手心搓圆，底面有不光滑的地方给它捏几下，这样我们就整形好了一个圆形小餐包，表面很光滑很平整。
把整形好的面团摆在做了防粘处理的烤盘中。在这里说一下，硅胶垫是可以入烤箱的，通常它的最高承受温度是230摄氏度。我们把面包拿到温暖湿润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。一般我会用微波炉高火3分钟烧开1碗水，然后迅速放入烤盘，趁水汽还没跑掉之前关上门，这样里面非常温暖湿润。如果发酵环境不够湿润，面包表面就会风干，烤出的面包表皮就会干硬。这期间我们要提前预热烤箱到180度。40分钟后，我们的面包发好了。判断面包发没发好主要有2个标准，一是看体积，长到发酵前的2倍大；二是用手指轻按一下，它可以缓慢的回弹。我们最后可以用面粉稍微给它装饰一下，用筛网薄薄的撒上一层就可以了。然后放入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烤13分钟。面包出炉啦，我们把它转移到烤架上晾凉。全麦面包因为富含粗纤维，最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。不过一般制作吐司，多少都要加一点高筋面粉，才能达到不错的口感。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那些不是货真价实的全麦面包。其实全麦面包并不是指全都是全麦的面包。当然，我们既然选择了全麦面包，自然是希望全麦的比例会高一点，这样才有它的价值。我们用100%全麦面粉来制作小餐包，就可以避免制作吐司时会出现长不高、口感过于扎实的情况。因为是100%全麦，它的面筋比不上白面包，而且因为它造型是圆形，所以不要期待它有拉丝的效果哈。但是它无论从柔软度还是口感上来说，都完全不会逊色于白面包，一点都没有全麦面粉那种干涩、卡嗓子的感觉。最后分享一下保存面包的方法，把它放到密封袋里，冷冻保存。第2天早上吃几个，就提前1天晚上从冷冻室中拿出来几个，包上保鲜膜，室温自然解冻。第2天早上不需要任何加热，它还是和刚烤出来的一样柔软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